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林。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的支持哦。许多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我们近期也会汇整这些留言，我们希望有机会哦，特别针对观众的一些留言，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来询问我们的来宾，或者特别来做一些介绍。所以你们的支持是我们节目继续前进的动力哦，这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哦。最近台湾很流行吃的水果叫做凤梨哦，为什么呢？因为中共突然以这个有介壳虫的一个原因这个禁止台湾的水果凤梨销售到中国，给大家许多这个非常的愤慨。有人说，这个怎么可以这样子玩啊？但有人说，这个鸡蛋真的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但有人反过来说这国际贸易不是你制裁我，我制裁你吗？听起来好像也是不同的一些观点不过很明确的看到中共这种以商逼政或者是我们以战来逼降的部分频率越来越多，所以这个中国的官媒也说，对啊，凤梨这算什么？以后你们还有一连串的噩梦我们今天就好好来聊这个相关的议题首先我们要很开心邀请到2位来宾第一位是我们前国大代表黄澎孝大哥，黄大哥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接着是介绍我们军事专家吴明杰老师，大家好。最近台湾当然刚刚一开始提到过，大家很关心这个凤梨的问题因为这个中国的抵制，其实这个抵制显然也不只是对台湾这么做。如果大家还记得之前澳洲的龙虾、红酒，然后还有包含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稀土想要这个禁止出口等等，他显然他认为我有一些经济的手段来作为反制毕竟我市场这么大，你要赚我的钱，所以不只是他要台湾这个贵人民币他要全世界的人都来贵人民币。当从目的论来讲以至少台湾的这个状况来说，那台湾就是在这事件上面，反而你越禁止，你越做这样的一些手段虽然内部也许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但大体上来讲，对于中共的这些不满的部分，情势反而更高所以，苗大哥，我们该怎么办？有人就说这个就是很标准的，就是逼你谈判然后用军事的、用经济的、用各种的手段。的确，我们内部有一些人松动啦，说你看嘛，都是你们就是这个之前对中共不友善，对中国这个仇视，难怪人家会来制裁你，或者用一些手段，而且人家说这只是噩梦的开始。是的，其实我们如果对历史稍微关注一点的话，你会发现说，现在的中国跟100年前的中国，甚至1000年前的中国，有些地方还是一样的。第一个，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天朝那么我最大。以我为中心，所以叫中国，就以我为中心。这个宇宙，这个世界环绕着我在运行。这种天朝的心态，使得说他要万方来朝，你都得给我低头，给我下跪那么你看，当初英国的马格尔尼到中国来，那时候乾隆皇帝。这个他想要见乾隆皇帝面递这个女王的国书，但是乾隆皇帝为了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你来，你见我你就要磕头。那马格尔尼想说，我们西方没这套规矩干嘛我要见你磕头？我是代表维多利亚女王的，对不对？我干嘛跟你磕头所以他拒绝磕头。为了这样的一个仪式。最后，这一场的东方与西方的第一次正式的外交就搁浅了，所以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所以同样的也是，中国对于台湾基本的心态就认为说，你应该跟我磕头，不是什么香蕉、凤梨、芭乐我就是要你磕头。但是话说回来。今天我们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我凭什么要跟你磕头，对不对？如果说到在中国的这个现代史上，中华民国的历史比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更长久嘛？今天中国的分裂不是中华民国叛变是你在叛变对不对？是你中华人民共和国，你中共在民国20几年的时候，你就已经成立了这个江西的苏维埃政权了嘛，
对不对？你就国中有国，你就分裂国家了嘛。但是呢，他现在认为说我是老大啊，你就得要怎么样怎么样。特别是中国人始终有个想法，就是说对于贸易的看法是跟一般的这个西方国家也好，或现代人的观念也好，是不一致的。他们始终认为说你的贸易，如果你有赚钱，你就是捧我的饭碗啊，你吃我的饭就要听我管了啊，你就得要顺着我一点了啊。人认为说我是给你饭吃的，但是在我们一般现代国家里面，正常的贸易是什么？互惠的。这个不是说谁赢谁输的问题，谁赚谁赔的问题。特别是说，在目前全球化的状况之下，这里面很多的贸易已经使得这个在全球化之下的这个供应链是全球布局啊。现在一些的主要的工业产品很少说某一个单一国家去制造或完成，绝大多数都是透过国际分工，大家各有所长，然后在某一个国家把它组装起来，对，这样子也比较合乎经济的原则。这就是为什么要 WTO， 为什么要这个全球化的主要因素之一。那么所以说，今天我们台湾跟大陆之间的贸易，每次我们台湾也好或大陆也好，一副好像哎，你看你台湾每年从我这边赚了1000多亿美元这样子你一点善意都没有。哎，拜托，这1000多亿美元是我们赚了吗？如果你仔细的分析的话，你就发现说，我们对大陆的贸易这个依存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所以他选择就是说，我要怎么样能够由国内的产品来取代。所以这里面讲到就很复杂了。第一个你看一进了台湾的凤梨以后，马上所谓徐闻凤梨，但是实际上徐闻的凤梨的，他们叫徐闻菠萝的种苗跟我们的金钻是一样的。换言之，有台商或者是台湾人把台湾的优质的凤梨种苗，或者说是优质的水果，乃至于稻米的种苗私下的移植到大陆去为了他个人的利益然后跟大陆联手然后来发展出新的替代品，替代台湾的这个贸易。所以这里就讲到说，我们第一个，我们内部这个说实在换个角度来，你可以说是有虫吧但是作为一个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之间的交往或者说是贸易的话，坦白讲，这也算是一种正常行为。但是问题就在于说，我们跟中共之间的贸易完全是非正常的。为什么说完全非正常的？因为中共从一开始他就打算说以商逼政，所以发生这个事情，大家也没有说什么惊慌失措了不知道天塌下来，没有。为什么？就是说迟早有那么一天，结果就是这个样子我最近一个流行的一个就这个叫什么？就养套杀，对不对先给你很多的优惠吸引你来土地优惠人工便宜，政策放宽吸引你来。你来了以后，你带进技术，带进资金然后你在我这个地方生了根了，我开始就套住你。怎么套住你？很多方式这个赋税的方式、法令的方式套住你，最后我要你怎么样，你也只能怎么样？你要靠它的市场你要靠它的政策那么说实在，你就掉入了他养套杀的这个陷阱里边。所以这一次的凤梨事件，只不过把两岸之间这种不正常的这种贸易关系，再一次的透过凤梨浮现上来。是。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说，对于我们台湾
其实老共往往听了一些台湾的一些去那边讲好话的人讲，台湾很脆弱很怕死很怕制裁呀，你只要一怎么样他就乱啦，就怎么样。说实在，你真正的了解台湾人呢，你就会发现说，台湾人呢人很好，很勾引，但是你真的要对他横着来，台湾人真的是吃软不吃硬的。所以你对台湾人好，这才是真正对台湾的一个统战方式。你要用这样横着来，说实在，台湾人绝对不是你所想象的这么的软弱，这么的不堪一击。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也希望说，中共不要做误判千万不要听某些人顺着你的心讲的话。真正来讲，台湾的这种特色实在是绝不容小觑，连当年日本的统治者都认为说，哎呦，这台湾人很难搞不能够对他们真的用高压手段。所以像这些的，我觉得说，这个经过这一次的凤梨事件以后，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出了一些问题，譬如像说，第一个，很多的这个我们友好国家譬如美国加拿大日本等等的，主动的表达对我们凤梨的支持，事实上也是代表对台湾的一个支持第二个除了这以外，很多国际上的网友们，大家同时表达支持台湾，也等于是做了一次这个世界性的行销人家还知道原来台湾的凤梨这样。那么我们现在的凤梨，事实上这个也跟我们传统上的认知不一样，很多凤梨的加工品非常有创意譬如像说我们的屏东有那个凤梨干，然后加上什么巧克力，你想想看这样的甜点一盒要400-500块钱它的凤梨附加价值大为不同。我们外销到日本的凤梨，为了迎合日本的消费习惯，所以我们把它做成薄片，像沙西米一样的，然后把它包装起来以后冷冻，急速冷冻，然后卖到日本的超商里面。日本人他可以买1-2片、2-3片这样子然后这个让它融化以后就可以就着这样吃，所以很有创意，很有这种新的做法。那么经过这一次的所谓的凤梨之乱以后，也让我们发现，我们台湾人为什么能够一直这样子旺来真的也是我们在不断的这个创新我们不断的想要突破各种的困境所以从另外一方面讲，中共也是台湾的贵人，由于他不断的打压，就像一块铁一样。不断的锤炼，百炼成钢。台湾就是这样炼出来的。我们的台积电我们的这些晶圆代工我们很多非常先进的传统产业，都是在这种千锤百炼之下所逐渐茁长。所以这点也是让我们觉得很欣慰的地方。事实上，中国的威胁不只是对台湾很多人觉得说只要是台湾不要去挑衅中国就没有事啦。事实上是这样吗？我们看到中国特别我们应该谈中共的这个共军不断的在扩大对于全世界的一些影响。这个我想大家在过往节目当中谈太多了。我们以为给他尝一点经济的甜头，好莱坞的电影让他播放一下，让 NBA 的球赛进去打一下，中国就会感受到这个自由的滋味没想到他们享受的是经济的滋味，但不断的在扩充他们在整个我们认为意识形态对共产主义的这些扩充的影响。所以有人说这是另外一个新的次化的开始，就看欧美或各国的领袖能不能惊醒这样的问题中共特别在我们谈到的这些相关的飞弹的部分的部署做非常的多有人就说哇，这个当然听起来不会只针对台湾这可能是对全世界在展现它的肌肉，要产生这些影响。到底这个会造成整个世界上的怎样的一个所谓的恐慌，或者大家必须要怎么去面对这个明杰老师你怎么看？好，我分2个部分谈。我们先来谈中共的这一个飞弹威胁刚刚主持人谈到说，最近主要是这个美国科学家联盟这一个 FAS
他这个分析了一批这个卫星照片，这个卫星照片发现在这个蒙古的这个自治区哈，有一个区块哦，长达140公里啊。那这个传统上过去是火箭军啊，中共解放军火箭军的训练场。那这个区块其实有这个多达20个营区，但是在这个地方哈，从这个过去原本已经大概有20座的一个所谓 ICBM 洲际弹道飞弹的一个地下掩体。那从这2016年之后又开始陆续增建，但是加速的时间是在2020年，就去年的下半年，突然又增加了11处。那也就是说，这样子合计哦，大概陆陆续续大概有增加了16座哦这样的一个发射掩体。那这发射掩体拿来做什么呢？因为它的一个设计的确也非常特殊哈，就是说基本上来讲，它会这个用这个2到4公里的间隔，然后一个一个间隔，中间又透过有这个2到320公尺的隧道把它连接起来。好，那这样的一个地下掩体的隧道到底是要做什么呢？那当然外界评估预判，大概可能这样子是在。可能就是在这个做这个所谓的机动式的一个洲际弹道飞弹的一个地下掩护哦。那当然，我们盘点一下说，解放军它一个主要的啊，过去来讲，如果是这种传统的固定式的警射式的，就是东风5B， 射程大概可以到1.4万公里，那当然可以打到美国本土。不过东风5B它的一个缺点就是说，它是属于这个液态燃料，液态燃料基本上就是说要发动攻击前才把这个燃料注入，也就是说你需要有发射时间的准备。那这种情况之下，基本上是来不及应变，就是说。如果今天解放军已经遭到攻击的情况之下，还要去注入燃料，其实反击的能力是非常差的哦。所以后来解放军发展出所谓固态燃料的一个洲际弹道飞弹，包含像东风41或者东风31。那东风31现在已经演变到东风31AG， 射程从过去传统的8000公里也提升到1.2万公里啊，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地下掩体的一个扩大，那当然被外界认为说，解放军他认为说非常有可能，譬如说在遭到美国核子武器打击的时候，因为你如果把这些地下掩体集中在一个比较小的区块，非常有可能被美军一次摘除、一次摧毁，所以他刻意这个用中间有这个长的间距，然后避免被一次摧毁。换句话说，就是他在强化他的一个核子反击的能力，也就是 second strike。基本上核子武力的攻击，先攻击的这一方 first strike 基本上要打到对方没有办法还手。但是如果今天对方是保留有还手的第2级的能力的情况之下，这个就是一个反制的吓阻，也就是说会让可能发动攻击的那一方他会小心，因为对方也会还手，这变成一个相互保证毁灭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样的一个核子反击的能力，我们看到解放军持续在扩大。除了地面的之外，我们看到。海上的第2级的能力，它过去陆陆续续发展出所谓的09式的这种所谓战略核潜舰，上面可以发射所谓巨浪2型。现在在这一个渤海造船厂，据传也在加速打造所谓未来新一代096，要搭载巨浪3型啊。那这都是它属于这个核反击的部分。那当然，它用这样的一个做法，无非是在警告美军不要对中国轻易动用核武啊。那不过当然，外界观察，就中美之间的核子武力的一个战力对比，其实基本上这还是美军的优势啦，因为美军就算是你看拜登政府上台之后，连续还是试射了3XGD5，就是用这个2级的战略核潜舰，那也测试了1枚。那后来紧接着又在这一个美国的加州范登堡基地又发射了义勇兵3型。那在美国的西部的各州，其实有高达450座类似的一个固定的发射井啊。不过因为老美的这个核武义勇兵来讲，用了已经时间蛮长了啊，所以他现在也在进一步要更新。要研发新一代的这种所谓的洲际弹道飞弹，所以中美之间核武之间的攻防其实是持续在进行啊。那当然除此之外，我盘点一下，其实近期解放军在飞弹上面动作很多。刚刚讲说反制的能力，其实在2月4号，拜登首度对外的一个政策、外交政策的演说前，我们才看到说他这个发射了一个叫做中段反导这样的一个武器的测试。中段反导基本上就是说，今天洲际弹道飞弹它的攻击有分上升段，那中间的一个中段的一个飞行段，然后还有末端攻击段。那中段的一个飞行段，它的一个离地球的位置其实是最高的，那但是这个时间也最长。譬如说，你一个要打到1万公里以上的一个洲际弹道飞弹，在这一个等于说太空边缘那个区块出外太空的时候，飞行可能有到18分钟之久，所以
在那个地方可以进行拦截。那美军过去来讲，它有标准3型啊，那像萨德是前端，那爱国者3型是末端的攻击的拦截。那基本上来讲，这个解放军研发这一型的飞弹进行测试，在那个时间点，无非当然也是在这个对拜登政府做一个警告哦。那当然外界观察，包含像过去它有红旗19这种反导的飞弹，现在可能这几年它研发出所谓的动能3，而这一型的一个反导飞弹，基本上除了可以拦截洲际弹道飞弹之外，其实未来可能也是卫星杀手，可以直接把低轨的这个卫星直接击落哦。所以这样的一个动作频频，当然让老美也感觉到说，解放军在核武上面不断的一个加速的发展。除此之外，其实我再简单在这个盘点一下，其实拜登政府上任之后，还有包含在1月25号，其实那时候央视还对外曝光哦，一次用了7枚的东风31 AG 并列，然后这个直直的竖起。那样的一个动作，当然被美军视为说，解放军不无可能。过去来讲，它可能是被动式的，那未来它都不排除有可能先发制人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的一个所谓的核子武器的一个载具，这个解放军在对外持续的，特别是对美的部分耀武扬威，当然所以引发了这一个包含像这个美军的这个战略司令，也有主管核武的这一个部门的这个战略司令官理查德啊，前一阵子其实才对外特别强调说，不要以为传统上认为说2个传统的强权，特别拥有核子武器的大国不会开战啊，因为可能相互吓阻的关系，没有人会轻易动用核武。但是他认为以解放军过去来讲，他在国际上面一直是言行不一，虽然过去他也承诺过不率先使用核武，但是现在以他的一个核武，包含我们刚刚点名的这些。他都一一在强化他的能力，所以未来都不能排除他有可能这个先发制人。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美中所谓的这一个不可能爆发核战，从过去的完全不可能，现在变成并非完全不可能啊，也就是说这样的几率其实存在了，虽然不是那么高，但是绝对不能用这个完全不可能的方式去看待它。那除此之外，其实最近美国国防部还有几位新任官员陆续在接受听证啊，这个美国参议院或这个国会的审查。那在听证的过程中，那他的副部长的提名人叫希克斯，他特别也谈到说，美国过去的确曾经对国际承诺过不率先动用核武，但是他直接形容说，这样的在面对中国威胁情况之下，这样的政策可能是一个 bad idea 啊，也就是说。是不是有可能调整？而先前我们看到川普政府任内，其实川普就曾经有讲过哦，特别是他已经同意这个美军去研发所谓的低核当量的核武，那或所谓的战术核武，也就是说用有限度的使用核武来吓阻或者威慑对方，特别是解放军。那这样的政策会不会在拜登政府上任之后继续延续？看起来五角大厦内部有不同观点，但是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哦。也就是说，双方如果未来不管你是在台海或南海爆发战争，最后有没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核武大战？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特别是这个前美国驻北京大使叫芮孝俭，前一阵子就提出这样的一个警讯，他认为如果今天台海爆发冲突的情况之下，美中之间有可能一连串的连锁演变到最后是双方的核武大战。那谈到刚刚第二个题目，就是说讲到最近有2名这个美军的一个将领，特别是其中有一名是上将，写了一部小说，它是一个小说，不是一个学术分析哦。那他是把现今所有的很多的一个发生的现状，然后放进去剧情里头，特别是提到说南海有可能在2034年直接爆发美中之间的军事冲突，而且这个军事冲突不是只是擦枪走火，而是这个美中之间的大战哈。不过这一部小说，其实我觉得，当然这个作者也特别强调说，他是提出一个警讯啊。那当然他在观察过程中，他认为说，本来他的时间表可能是更往后，但是不断的写的过程中，发现现世有很多美中之间在南海的角力，居然已经一一上演，开始在发生，所以把2034提前到2034。但其实如果照他的一个说法，这样的一个爆发美中军事冲突的时间点非常有可能在这几年还会再往前推进，所以最近其实你可以观察到说，国际很多的这一个不管是学者专家或美国的前官员，纷纷谈到说台海的一个危机似乎在持续升温之中，那南海可能也是双方引爆的一个冲突点。不过我觉得各种可能性我们都不能排除。对台湾来讲，所有的这个准备都要做好万全的准备，那不能轻敌，但是也不要遭到这个解放军文攻武吓哦，那被他给威慑啊，就是这个每天成天担心紧张。但是这个国防的一个防卫战力一定要做好准备。只是说未来外界在观察说美中之间的冲突爆发点到底在台海还是在南海，我认为其实不管在台海或南海，
双方都会牵动，因为整个美军的亚太兵力的部署。基本上，如果在台海爆发冲突，美军以最近的情势观察，其实很多人说共机每天来扰台，其实美军对中国也在持续的抵近侦察。但是当然这有因果之分，今天就是解放军不断的主动的对外威胁，特别是对台湾采取一个要用武力并吞的一个姿态。这引发这个国际担忧，台湾被中国武力侵犯的情况之下，美军才会接着这个大兵出笼。我们看到美国的军机其实也频繁的通过巴士海峡，然后再包含在东沙这附近，或者是进入南海，那在对这一个中国进行所谓的这个任何军事动态的监控。那解放军把这认为说是美方的挑衅，但实际上是解放军主动从去年2020年以夷谋霸，不断的大兵力出海。导致整个地区情势的不稳，所以美中这个双方军力的一个交锋，不管是海空来讲，那在这个台湾周边频频的出没，我觉得美军现在的做法其实已经是，我都过去本来只是用准协防其实我进来观察，这个时间已经持续的这个不到1年，但是数个月之长，而且每个月的频率非常高。如果以1月份来讲，美军大概半官方的这个北京的这一个平台都说有70次的频率，其实都不止因为它有开这个巡达器，就有70次，没有开的那种军机可能高达70次以上。那如果说今天你这样高频率在台海周边巡弋的情况之下，解放军只要对台湾有任何轻举妄动，美军兵力极可能马上就介入。所以在台海引发美中之间的直接的军事对立或冲突，我觉得可能性非常可能比南海可能都还要再高一些。那南海之间双方当然是看彼此如何博弈跟角力因为南海基本上美军穿越12里，除非解放军敢直接对美军开火，否则的话双方就是一个兵力对峙的一个态势那透过这样，那包含美国在呼吁各国的盟邦来加入南海的联合军演跟演训，那要这一个不承认中国在所谓的南海的所谓的主权的这个伸张。那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外交跟军事的手段会并用，但台海的部分的确危机，我认为是持续升高。是，我觉得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拜登政府上来，当然大家还在观察，有些时候看起来他又跟以前这个对中国的态度好像适度的，好像强硬了一些当然不能跟川普比但有些时候大家又发现说，他又有一点示弱，又有一点这个怀柔的一些政策但我觉得国军各国的国军这个反应应该是军方反应是最直接，因为所有的军方总是会先问一个他为谁而战，为何而战。所有的军方一定都有他所设定的最重要的威胁加强力，毕竟他要保护他弟兄的安全，谁是他的最大的威胁？美军最大的威胁应该不会是台湾的国军吧？我相信非常的清楚，所以我觉得就问军方最诚实，他们会最知道谁是对他们国家最大的威胁从这样的推论，我觉得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接下来我们就请教一下彭孝大哥习近平在最近赴他们中央党校演讲的时候，针对说中共是依靠斗争走到现在，也必然依靠斗争赢得未来这听起来有人说他这个斗争还去算了，讲了14次斗争斗争斗争。当然一方面看起来这个中共好像回到这个老路对于这些所谓的斗争，然后希望大家去批判，就像文革那种大家非常惊恐的一个状况。但我自己也觉得说，你这样子不是在鼓动你的对手赶快来斗争你吗？到底习近平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彭大哥你怎么看？是的，这个毛泽东有句话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在整个毛泽东思想里面，斗争就是一个核心。那么刚才你也提到说，会让他们觉得是不是回到文革？这我们就看看习近平的成长历程习近平刚好跟我同年同月。他还比我小个15天，所以说，在我们那个世代的人，正好他遇到的是文革，在文革期间，他大概是初中吧，他就被下放到农村去了。那整个的文革，大陆的所有学校都停课了，等到文革结束以后。才慢慢的恢复所谓的高考，就是所谓考大学，那习近平呢，可以说是文革结束以后恢复高考，他才以这种工农兵子弟的这种身份，类似于说办保送这样子进入了清华大学，但是这中间就是我们学习的最基础的，譬如像说
我们的所谓初中、高中这个阶段，他都是在文革啊。那么，所以不只是习近平而已，所有中共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里面，绝大多数都是所谓的文革世代的人。这个文革世代的人，他们有个共同特色，就是说，这个因为文革，所以他们的书没有读得很好啊。当然这不能怪他了啊，但是这是因为大时代的环境，所以曾经有人说习近平的程度大概就是一个初中程度啊。对他也不算是什么贬义，因为很多文革世代的干部就是因为上山下乡啊，而没有失去了好好读书的机会啊。那么但是问题就在于说，当你中央政治局的常委都是差不多同个世代的人的时候，就会出现共同盲点。这个盲点就是因为他们成长过程里面的这种中共的理论跟那种特别左的这种思想，不知不觉的，所谓深入他的灵魂深处，就造成毛泽东所讲的从灵魂深处闹革命啊。那么我们从习近平后来的很多行事作为上，就发现了，在他的灵魂深处，文革的烙印可以说是这个挥之不去啊。特别是这个看前不久啊，他扩大纪念华国锋，这个就让人家觉得这个非常突兀啊。因为华国锋坦白讲，他是被这个邓小平啊他们这些老一辈的干部斗下去的啊。他本来是这个毛泽东指定的传人，就是毛泽东一个字条说你办事我放心啊。那么但是呢，华国锋上任以后，因为他本身的资历也不足，资望也不足。第二个他是作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所以他那时候提出2个凡是理论。什么叫2个凡是理论？第一个就是说，毛泽东所讲的话都是真理啊，不容挑战。毛泽东所立下的这个规范必须要遵守，不能够改变。但是呢，对于像邓小平、陈云他们这些老干部来讲，他就觉得说，你如果还走这样的极左路线，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不利的。所以邓小平就提出了所谓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换言之，就是说，不是谁说了算，而是看从实践当中哪些事情是对的，哪些事情是错的，必须要以实践的检验来作为一个科学的标准跟依据啊。但是呢，这个就是这个路线确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中共改革开放路线。但是我们发现说，这个习近平对邓小平显然有很不同的这个意见。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这个过去很多讲到中共改革开放的一些的油画啊等等的，都是以邓小平为核心。但是呢，这个最近这几年逐渐的出现一些油画，是以习近平的父亲叫习仲勋为核心。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最早的改革开放提出来的，按照习近平的说法，是习仲勋。现在那时候他在广东省委书记的时候，他提出来，然后他跟中央讲，这个我也不要钱，我也不要任何的那个，我只要政策。换言之就是你给我一个这个政策，让我放手去干就行了。那么当时中央就好，既然这样，就放手让你广东去实验。所以这个改革开放真正的讲，从广东开始，从习仲勋开始，这是有一定的一个这个历史的依据的啊。那么但是呢，在习近平的心中呢，有另外一个傀儡，就是习仲勋之所以长期以来被打压，恰好就是邓小平对他的打压啊。那么这是早在50年代就开始，所以一直习仲勋都没有能够站到这个权力的核心，就是因为邓小平的关系。那么直到后来文革结束以后，他
也是从劳改当中被解放出来，然后才有机会到广州去当省委书记。但是当完省委书记以后，后来也是因为邓小平的关系，他也没有在真正的回到中央的核心里面，所以这个对于习近平来讲，始终心里面有阴影。那么他要纪念华国锋，等于是对邓小平路线的另外一种否定。那么纪念华国锋，华国锋是什么？就是毛泽东的继承人嘛。换言之，就是说，在习近平的灵魂深处，他就是要做毛泽东的继承人。毛泽东讲的什么？就是阶级斗争，就是权力斗争啊，就是以天斗，以地斗。所以你看习近平很多讲话，不知不觉当中就流露出他在他的 DNA 里面这种的斗争的基因是非常非常的强烈的。但是我们从另外一方面，从现实来看，事实上习近平内心也是非常的这个空虚，而且这个也是相当的害怕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他斗了很多人。你看这些人虽然说表面上是说以这个反腐啊、反腐化啦啊这样子来进行的，你看多少的这个部级、省委，甚至于说上将军衔的这个干部，以这个反贪的名义把他们给斗倒，而且这个整个的大陆的干部里面啊，因为反贪为名被拉下马的不计其数啊。但是这个对于新上任的习近平的人马来讲，他们跟习近平一样，心中都是不安的，因为他们也知道，等到习近平权力结束的那天，可能就是他们被斗的那天的开始。所以习近平现在就是希望说能够斩草除根。前不久他也提到说，周永康的残余势力仍然存在。你看，连上海哦，他的一个副市长就是公安厅的厅长，连续被拉下马。重庆已经拉下4个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过去在政法系统都曾经受过周永康的提拔，周永康的重用，所以只要有这层关系，都是习近平所不放心的。他所要把他们斗倒，一定要把他们彻底的踩踏在地，他才能够比较安心点。但是问题就在于说，这个过去江西人马已在朝太久了，几乎满朝文武大部分都是江西所提拔出来的，所以他整个心里他不安呐，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第一个，他不敢放弃权力，所以为什么他变成终身制？因为他一旦放弃权力以后，他一旦退休以后，他的下场会很惨啊！你像华国锋退休以后，他等于是被软禁了，等于是被一个国家的主席啊，他是主席、总书记，又是军委主席这样的一个人物。退休以后是被软禁的，他完全没有自由，说对外可以接触，可以什么，所以这个更不要讲说赵紫阳，所以这些啊都让这个习近平非常没有安全感，所以他非常需要靠着不断的斗争，第一个来彻底扫除这个他政坛上的敌人，或者说是潜在的敌人，但是我看。更重要的是，他要扫除他心中之魔，因为他心里面他始终没有安全感，始终害怕人家算计他，始终害怕人家夺他的权，始终害怕人家要他的命，所以更担心的是什么？他还担心说，像毛泽东一样，当初邓小平为了要复出，给毛泽东写信，跟毛泽东保证绝不翻案。毛泽东死了以后，邓小平马上翻案，什么绝不翻案？所以现在习近平也很担心，哪一天啊，他一旦是这个去见马克思以后，马上有人会翻他的案，所以这就是他必须要借着不断的斗争、不断的整人、不断的清洗，来让自己稍微能够安稳的睡1天2天的觉。
这个听起来我觉得很悲哀。一个这个领袖如果做到这样的样子每天这个寝食不安，他废寝忘食不是为了工作，而是怕他的政敌对他有一些威胁。我觉得这怎么会是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政权，而且这个斗争斗来斗去，然后鼓励大家相互的这个批斗。我也可以想象刚刚问这个我们明杰老师的问题就是说这个看起来难怪大家认为，如果以中共的这样的一个个性跟特质跟党内的文化，怎么可能不到处斗？所以他对于台海，对于现在相对应的一些威胁我们大概可想而知就是不止他们内部斗，其实他们也对国际斗，那不断的在挑动所以要说起来比较挑衅的，很明显的看起来是中共那当然这个即便我们是这么说，台湾还是有一些威胁感那不管是在南海会产生这个有可能争端，或者在台海目前看到的已经有许多的攻击绕台等等。我就很好奇，这个拜登到底怎么看因为毕竟有人在这个选举就是就任之前还在说，可能这个只是对于这个川普的反制，要给你川普洗脸，让你难看。等到拜登上来因为跟习近平是老相好，可能未来这个部分就会减少。我们发现也没有那到底这个拜登未来要怎么面对中共对台湾的挑衅，怎么去避免有可能的这一战？我不知道拜登到底有没有真的做改变。明杰老师你怎么分析呢？要讲拜登如何避免未来美中可能开战的可能性我们先回到本质面去谈我们刚刚谈到中共这一个特别习近平最近要求说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那斗争本来的确就是这个共产党扩大势力的一个重要手段那斗争里面基本上又分文斗跟武斗。你可以观察，如果今天他实力不足的时候，他就会文斗；如果他今天实力已经压倒对方的时候，他就武斗。那直接并吞你，吃掉你。那文斗的一个目的只不过是，譬如说这个谈判。外交手段就是在拖延时间，是要这个利用这样的一个时间跟空间来壮大自己，最终还是要把你消灭掉所以从这个斗争的角度，刚刚谈到是这个彭秀大哥谈对内斗争的部分，他对外斗争其实是互为所用那对外斗争成功可以拿来作为对内斗争的依据，对内斗争成功也可以壮大自己，持续扩大对外斗争所以他们老共的这个辩证法，你全部都不可以小觑要连结在一起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他本质不变，拜登如何用各种手段，什么样的手段才能够避免未来开战我认为事实上你可以发现这个老共基本上就是吃硬不吃软他只怕你实力比他大，那你实力比他强的时候，他会这个退你进他就退那他会用间接战略，但是最终目的当然还是要取代你，消灭你。所以对这个习近平其实已经多次讲得非常清楚了这个民族伟大复兴嘛，我们民族伟大复兴基本上他想要成为一个全球霸权唯一的强权。那在这之前，可能2个动作一定要做。第一个，可能香港他解决完之后，的确台湾是他未来可能中短期的目标。那这个，譬如说他真能顺利拿下台湾，但过程中就会发生可能中美之间的冲突。那最终他的目的当然希望直接完全取代美国让所谓他民族伟大复兴能够实现那所以这样的一个目标，其实他定下来之后，剩下就是如何达成这样的目标。所以他的军事不断的扩张。那老美现在也发现我们其实川普政府这个任内，你就看到他这个对中政策已经直接就坦诚，过去40年都是失败的嘛，所以全部跟循臆测，用新的一个对中战略。那现在看起来，拜登的确也在持续。那当然，大家外界比较担忧是说，拜登过去亲中的这个可能态度有没有可能影响未来的对中政策？不过目前来看当然。拜登本来就外交官出身所以他对中国讲话当然不会像有川普这么样的一个有个性，这么样的直接。那当然，因为讲话不够强硬，大家还是担心说有没有可能未来又被这个中国用这种外交手段，然后到最后又是这一个变成看他的面子那往中国又倒过去。不过现在到目前为止拜登上任其实已经超过1个月了，在满月之前这1个月我持续观察，基本上军事的一个动作是非常强硬的。那近期其实我们刚刚其实前面也谈到说，非常多的国际学者专家出来呼吁，而且提醒说这个台海的情势是危险的那包含像这个有人讲说，这美国前国防部长这个盖茨他也特别呼吁说，这个台海的情势升温，所以美军要加大在台海周边的部署。那包含像这个在美国的这个中国军事专家这个梅惠玲最近也讲到说，2022可能这个
有解放军告诉他说，习近平可能就会对台动武。不过他这个部分，我觉得放话成分居多了啊，因为今天在2022之前，特别是20大。这个习近平他首要任务绝对是自己连任哈。今天如果在这时间之前就对台动武的话，反而增添他一个失败的一个变数哈。那当然，2022之后有没有可能性比较大？当然，美国的前白宫安全顾问他就认为说，2022 20大之后，那这个北京办完东京奥运之后，可能那个时间是危险的开始。当然，这个时间点，我认为我们的确要小心，要提高警觉。那一直到2027是习近平自己提的建军100年哦，他以那个时间点作为完全压倒美军的一个目标。好，现在谈到压倒美军，也就是近期我们观察到习近平为什么变得这么的侵略性啊，向外扩张，而且看起来对美的姿态非常的强硬。我觉得一个重要的一个战略的一个研判就是说，基本上他就看衰美国。啊，他认为说美国的军力已经整个完全下滑，解放军现在的军力急速上升，也就是低估对手，高估自己。这种情况之下，当然会做成一个战略上的误判，认为说他已经可以开始向外扩张。那这个部分当然回到刚刚讲的，就是斗争这个本质上面，基本上他只要认定你现在已经比我弱，他的一个武斗的一个手段就会开始出笼。所以你看到从去年开始。企图以夷谋霸，其实去年我都认为，2020年哦，本来我的观察，他一度有这个打算在，譬如说像去年4月那个时间点，准备要对台动武，但是后来发现说，老美的航空母舰虽然罗斯福号染疫，但是非常快的恢复战力，2个月，另外双航母就回到所谓台海跟南海，然后同时没想到这个美军的 B1B 的轰炸机直接可以带着长程的这个逆中巡弋飞弹到这一个第一岛链来准备做事对它进行打击，所以它才这个收手哦，否则去年他的这个辽宁号航母战斗群出来的时候，其实在绕台的那过程中，其实那一段时间频频对台的军演，我认为都有那样的一个意图哦。那现在整体上来讲，美国的军力其实是未来一个关键本质，就是说美军的在亚太的优势是不是还是能够维持一定的一个强度，然后完全的这个压制解放军，可能是未来北京在研判是不是可能用武力的方式来处理台湾问题一个重要的关键。好，所以最近我们刚刚讲到像美国的前国防部长这个盖茨这个建议有非常多，包含像应该要加大美军在台海周边的一个反舰飞弹的部署，特别是像先前这个美国的前国防官员柯伯吉也提出类似的论点，都说认为应该美军加大在周边的一个所谓的大量的反舰飞弹。那这些反舰飞弹中间被点名的有2种，一种是这个NSM 哦，海军打击飞弹。那这一型的海军打击飞弹，其实美军现在还在测试之中。它现在其实是搭载在这个 LCS， 就是大概3000吨的滨海作战舰，曾经在南海巡弋，也曾经在关岛周边试射过。这一型的巡弋飞弹是挪威制的，不过美国采购，认为它性能非常好。它的弹体相对来讲比较小，而且它采用这种红外线的一个高灵敏度的一个感测器。它跟传统的鱼叉飞弹不太一样，传统的鱼叉飞弹基本上是直接穿过你的舰艇，那希望企图把你直接这个击沉，但是像这种 NSM， 它是打这一个等于说甲板上的目标，包含像你的舰岛，包含你的雷达，瘫痪你的作战能力。那它基本上逆中能力非常强，敌方侦测的能力可能性不高哦。所以这一个相关的美国军方的官员都认为说，如果未来在台海周边部署这样的飞弹，特别基本上100海里之内，所有解放军的船舰基本上是很难以生存，而且他认为美军要适时的用这些飞弹直接去瞄准共军的解放军的舰艇，去警告他，让他不敢轻易渡过台海。另外一型这个属于空射型的 LRASM 啊，这一型的叫 AGM-158C， 那同时另外一型公路型的打击地面目标的叫 AGM-158B 哈，就 JASSM-1R。这2型的飞弹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是属于半逆中，那它的射程非常远。如果是增程型来讲，它可以从560公里延伸到960公里。那所以美军的官员都一一在建议说，应该加大类似的一个飞弹的采购，部署在台海周边。对于解放军的一个舰艇有一个非常大的吓阻效果。那同时，当然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个基地的一个分散跟强化，其实最近也非常多的一个专家提出建议。那包含像印太司令哦，这个 Davidson， 他其实这2天我们看到他跟美国国会的一个报告哦，叫做这个根据去年的 NDA 2021的法案哈，明年要编2022的一个等于说太平洋威慑这一个倡议的一个预算。那本来过去一开始是编22亿美元，现在要翻倍，直接跳增到46亿美元。中间就特别要强化，包含像关岛的设施的防护、反飞弹的防护，还有包含像它未来准备也要这个采购，包含像预警卫星这种太空
这个感测器哦，高灵敏的感测器，去这严密的等于说这个老共的飞弹如果一发射，马上美军就可以这个发现。那同时关岛本来已经进驻这个萨德系统哦，那萨德我们知道它是属于这一个飞弹的上升段的拦截哦，那本来部署在这个地方是为了避免我们刚才前面谈的东风31、东风41打击美国本土做拦截，但是今天如果解放军用这一个东风26直接打击关岛的情况之下，它的末端拦截恐怕就需要爱国者三省，所以它近期还这个等于说加购了，准备增加预算，希望采购所谓的陆基神盾系统哦。那等于说全面的强化关岛哦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第二岛链的防御。那还有包含像美军在冲绳基地，事实上这个去年的卫星照片也发现。这个解放军在甘肃的一个飞弹靶场哦，上面居然放了一架1:1的E3的预警机，而这一型的这个E3波音产的预警机，目前来讲美军只有在冲绳使用，所以这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这个用飞弹，到时候譬如说他在对台打击的情况之下。非常有可能就先制攻击美军的这个冲绳基地，所以这么多的一个军事上的一个防卫，其实我们观察到，就是说，川普任内其实已经慢慢在增加，包含像先前川普任内提出说，美国海军的舰艇未来这个，譬如说至少到2045年或2040年，那要把这个现有的可能不到300艘舰艇数量，要大幅提升到500艘，中间包含非常多还有无人这个。譬如说潜舰无人的这个海上的这个巡逻艇或各式的巡防舰，然后加大火力或飞弹的一个部署。那近期来讲，拜登进一步，其实这2天才看到，美国有一个这个所谓的 AI 人工智慧的一个国安委员会提出跟这个美国国会提出一个厚达700多页的报告，中间建议说，拜登政府是不是应该要强化 AI 跟半导体的一个技术，避免被中国窃密，或者是利用供应链那窃取相关的一个高科技的一个技术。那同时也要强化 AI 跟这个相关的一个武器的一个发展。那 AI 未来当然我们看到美军近期非常多的无人机已经开始采用 AI 的技术，也就是说。这个拜登现在目前初步的策略，基本上是要先联合盟友。那除了譬如说在南海、在台海周边有联合的军演之外，他在这种所谓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上面，联合盟友共同来开发，要打造一个所谓的一个科技民主联盟，来对抗这个中国的所谓科技专制的一个政权。是，我想这个大概也是我们后续会持续在关注的题目哦。其实我有点语重心长，我知道我们在节目很多人会批判说你们就扯后腿啊，这边看不得这个中国强大如何？你看以前8国联军我们被欺负，好不容易我们站起来了，就是有这种台湾无聊的节目一直在唱衰。说真的，我们就看所有欧美的一些情势哦，大家对于中共的反感，我必须说中共挂号有可能有人还是分不清楚所谓中共跟中国。的反感是越来越高，甚至现在的调查已经高过当时天安门事件了。我觉得这个不是大家的担忧吗？如果我们今天所收看都是华人，这未来有可能因为大家对于中国、中共分不清楚，而对于台湾、对于甚至其他的华人而产生排华或对华人不友善的这种仇华的运动，到底是谁害成的？这真的是我们期待中共应该这样的方向在走吗？从过去川普即便清楚的界定所谓的这个反共不反中，到现在看来这个拜登又稍微调整一下，叫做反习不反共。我觉得后面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担忧。如果了解中共的这些本质，其实让我们觉得风险是非常大，所以这个还是要值得我们持续来做一些呼吁跟关注。当然，我们要努力，也需要大家认同，大家给我们鼓励。所以拜托大家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转传给更多的朋友，然后大家一起来加入了解跟讨论。我想我们可以为着我们自己相对的理念跟目标，可以继续努力。那就再次感谢我们2位来宾的收看，也谢谢大家。